幽降魔，票房非常好。可是有很多人呢，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，感觉到有点接受不了，说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86版的那个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，你看里边呢，孙悟空啊，挺顽皮的；猪八戒有点傻了吧唧的；沙僧呢，憨厚老实，怎么着都是挺卡通的好人形象。怎么搁在《西游降魔》里头，感觉这几位是正义的化身，专门打吃人的妖怪，怎么他们也成了吃人的妖怪呢？所以很多80后、90后接受不了。其实我跟大家，人家周星驰拍这个《西游降魔》是符合原著精神的。你把吴承恩写的《西游记》原著翻开你看看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就是吃人的妖怪。他们在归顺唐僧之前干过不少坏事，也吃过不少人。咱们看到86版的电视剧呢，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接受，主要是为了让少年儿童接受。哪儿啊？因为《西游记》嘛，小孩喜欢看，所以不能把这个人拍的太丑陋、太凶残，所以要拍的可爱、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86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，其实是做了很大艺术性的加工。要咱们现在有的朋友说我熟悉《西游记》，其实你不是熟悉《西游记》原著，你是熟悉电视剧。如果你真有那耐心，打开《西游记》原著你看看，你就会发现原著里边写到的唐僧啊、孙悟空啊、猪八戒、沙僧这些人，和你想象当中的脑海里头那4个人几乎都不一样，有很多细节甚至是颠覆性的。那么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呢，就根据《西游记》原著给大伙好好说说你头脑当中那个师徒4人和真实的师徒4人，就原著里的4人，他有多大的差别。先说谁？先说唐僧。唐僧是个什么形象呢？多数人认为啊，这唐僧啊是一个有点软弱，能耐也不大啊，心慈面软。这虽然是他的缺点，但是他的优点非常突出，就是在取经路上啊，他的意志力最坚定，百折不回，我最终一定要到西天取经。那么真实的唐僧是不是这样呢？《西游记》原著里并不是这么回事。唐僧身上有很多我们认为挺讨厌的缺点，只不过原著里写的都藏着呢，你得把它挖出来。首先有一点呢，唐僧的出身就挺可疑。有人说那有什么可疑的呢？那电视剧里头不说了吗？说唐僧啊，小名叫江流儿，长江的江，流水的流。说怎么叫这么名字呢？唐僧出身挺悲惨，他爸爸呢叫陈光蕊。要说怎么唐僧俗姓姓陈呢，就从这儿来的。他爸爸叫陈光蕊，是大唐啊那个时候的状元。说这陈光蕊高中状元之后呢，在大街上看着这满堂娇在这抛绣球招亲，他往那一站，稀里糊涂绣球进手里了，那结婚吧，俩人就结婚了。结了婚之后呢，就开始赴任去当官了。没想到在这个船上被这个盗贼给劫了，把这陈光蕊给推江里弄死了。这满堂娇长得好看，他就把这满堂娇给罢掉了。但是这时候满堂娇呢已经怀了孕了，就怀着陈光蕊的孩子就是唐僧。这个生下这孩子第2天，他怕这个盗贼害这孩子，就把这个小唐僧啊装到这个竹篮里头，搁到江里顺水漂走。后来这竹篮飘着飘到金山寺，被老和尚一看，哎呦，这有小孩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把这孩子就救起来。救起一看，篮子里头有血书，打开一看呢，这唐僧他妈写的，我的身世什么什么什么，有好心人救我孩子，告诉我孩子他身世什么什么，说我这孩子呢，我是顺江把他漂流走的，小名就叫江流儿。就这么，这老和尚呢，既然把这个孩子救起来了，
天天教他佛法。那唐僧一天天长大了，也成小和尚了。然后等他大了以后呢，老和尚告诉他身世，你回去报仇去。就这么，唐僧回去找那盗贼又什么什么，把他杀了，怎么着报仇。有人呢说唐僧不姓陈，他不是陈光蕊的儿子。说那谁的儿子？说就是那盗贼的儿子，他应该姓刘，刘洪的儿子。说怎么判断出来的呢？人家从扔绣球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个过程。说你想，宰相的女儿还犯愁嫁人吗？怎么能稀里糊涂上大街抛绣球呢？你这个过程就可疑呀，说不定是这么回事。这个满堂娇在家里做了败坏门风的事儿，什么呢？未婚先孕。他爸一看，这可坏了，这人丢大了，赶紧呢，我把这存货得处理了啊！干嘛？咱在街上摆下这个绣楼，往下扔绣球，赶紧把女儿嫁出去，好引人耳目。说这个谁让这个满堂娇怀的孕呢？就是这盗贼刘洪，他俩原来人就是一对儿。这不稀里糊涂扔绣球了，总算把这存货处理给唐僧他爸爸了，处理给陈光蕊了。可那边那盗贼刘洪不甘心，因为我的女人怎么能让这状元弄去呢？所以半道在江上劫杀，把陈光蕊杀了，把满堂娇又抢回来了。这个合理在哪儿？这推测，你琢磨，这满堂娇跟这刘洪俩人过18年，他要真深仇大恨，你把我丈夫弄死了，怎么着，我一定要弄死你。18年了，俩人一块吃一块睡，得多少机会啊！随便下个药，我拿把刀趁你睡着了，有的是机会。这18年他为什么没动手呢？所以有人猜测呀，他俩才是原配。陈光蕊呢，等于稀里糊涂的没等结婚，先戴上绿帽子了，孩子都不是他的。但是这个推测提出来，有人说不对不对，为什么不对呢？你想，按你这种推理，那唐僧就是这刘洪儿子，那既然是他儿子，一家三口都团聚了，干嘛要把孩子顺江扔下去？你这个不合理呀，这是你解释不通啊。所以这个说法一提出来，有人说这都胡说八道。可是你正面说不通，反面也说不通。那这唐僧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跟大家说，这是《西游记》第9回里写的。这第9回压根儿就是扯淡，就杜撰出来的，不是吴承恩亲笔写的。有人在这里边找出毛病来了，什么毛病呢？大伙儿还记不记得这个西天取经啊？就是取了经书，他们几个走了。如来佛祖突然间问观音菩萨：“观音菩萨，唐僧这些人经历了多少难呢？”第一难叫金蝉遭贬。为什么这第一难呢？唐僧是佛祖座下第2弟子，叫金蝉子。他因为在西天犯了错误，给贬到凡尘。金蝉遭贬第一难，叫这个出生即杀第2难。刚要出生，差点就被人杀了，第2难。第3难满月投江，第3难。满月以后被扔到江里，第3难。最后寻仇报冤，第4难。这是前面4难，凑到最后99、80难。那么这里头就出现问题了。你前面第9回怎么说的？是唐僧出生第2天就让他妈顺着江给扔走了。可是在99、81难第3难叫满月投江，就说满月了，1个月了，把这孩子投江里。怎么能一本书里吴承恩前言不对后语，跟吃错药似的，写错了呢？那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就说明第9回不是出自吴承恩的手笔。那么后来这个书《西游记》流传之后呢，有人看完了就琢磨，这书不对呢。说你看啊，孙悟空石头里蹦出来的啊，沙僧卷帘大将，猪八戒天蓬元帅调戏嫦娥下来的，沙僧打碎琉璃盏，白龙马也是犯了戒条，就这么给贬到那河里头。唯独这里头是第一主人公唐僧，没有身世，不知道他怎么来的。那么说呢，有人说甭管那个，英雄不问出身，你管那干嘛？人后来西天取经了，人最后得成正果了。那么说唐僧他愿不愿意西天取经呢？有人说那还用说，一道上就他最坚决。孙悟空回花果山呢，
猪八戒经常张罗散伙的，要不是唐僧一个人心念支撑着，能西天取经成功吗？你打开原著看看，又不是这么回事。唐僧西天取经是被逼无奈，怎么回事？当时啊，唐朝的皇上李世民召开水陆大会，宣讲佛法。这时候来俩和尚，当然这都菩萨变的啊。这俩和尚来干嘛来了？其实就推销员，上门推销。我卖给你们，说卖多少钱？书里头写了，禅杖5000两银子，袈裟2000两银子，7000两银子，按现在银价一折合130万人民币，来推销这个来了。结果唐太宗眼皮都没有，买，皇上们有的是钱，130万人民币算什么玩意？把它买下来。买下之后一转手给谁来呢？给我的玉帝唐僧。说这唐僧穿上之后什么样呢？书里头写着唐僧穿上之后那是兴高采烈，摇摇摆摆，轰轰烈烈，高兴。可是拿人家的手短，吃人嘴短。他刚穿上这袈裟，拿起这禅杖，这俩和尚跟唐太宗说：“你这水陆大会没用，为啥？你们是小乘佛法，不是大乘佛法，传授不正。真想得大乘佛法，真正成大道，你得干嘛？得取经。”这说完，唐太宗就信了，说哪位臣子愿意给我取回真经啊？下边大臣一琢磨，天下初定，我降服还没降完呢，让我到10万8千里开外，我哪受得了？门是手。这唐太宗转一圈，眼睛就盯到唐僧这儿了。你看，我把袈裟禅杖刚给你，我问，因为到这个时候说白了，这等于刀背到脖子上。所以说唐僧愿不愿意取真经？他并不愿意。你看，陈愿效犬马之劳，为陛下取回真经。所以他走的时候呢，他下边的徒弟问他说：“师傅啊，西天取经一道，妖魔鬼怪诸多，艰难险苦，所在皆是。你这去这不害怕吗？”完了，唐僧说句什么呢？得蒙圣上恩宠，不得不尽忠报国儿啊！这是《西游记》原话，就是当今皇上这么宠爱我，我不得不尽忠报国呀。你看，不得不，说明他不愿意去，没招了，逼到这儿了，我就得去。所以唐僧在你看《西游记》一开始这一道上，把他给吓的，见着老虎，见什么都害怕。最后好不容易收了孙悟空了吗？他那个马让那个小白龙给吞了，说是孙悟空得去弄马去。孙悟空要走，唐僧你别走，你走了他来吃我。孙悟空说那我不走，你得去把那马找回。唐僧我到底怎么着？孙悟空，你说那咱俩干脆吧，咱师徒俩坐着看着行了，大眼瞪小眼，一直等到死就完了。唐僧这一道你看一开始哭哭啼啼，总哭，为啥？他没想到，哎呦，这咋这么苦呢？早知道我不来好了。所以他不是真愿意西天取经，他其实是什么？没办法给逼上来。唐僧也和猪八戒一样，猪八戒这一道一见着美女走不动道了，一见哪儿有吃有喝不去了，商量咱们把这行李分散伙得了。唐僧不是没这想法，就是他没在嘴上说。有人说你怎么知道呢？咱可以把《西游记》原著打开，有一回叫四圣试禅心，就是呢，他这西天取经经过一个庄子，这庄子上呢，一个老寡妇领着仨闺女过日子，这4位呢都是菩萨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他们变的，他诚心来试试，就你们这师徒4人呢，想不想西天取经？就说我这儿招女婿。你们谁？你看我这3姑娘如花似玉的，我虽然虚娘半老，长得也不差，是吧？干脆你们4个都留下吧。最后来个撞天婚，搂住谁算得起。结果最后把猪八戒整个网弄到树上吊起来了。就是一试试这几个人，就那3位都行，这猪八戒有点花心眼。原著里可不是这么写的。
原著里是唐僧问几个徒弟，人家老寡妇菩萨变的就问说：“我们这儿啊好，你看我们这儿有钱啊，几辈子花不完。你看我这仨姑娘如花似玉，我这也不差。说你们问唐僧，您是愿意留啊，还是愿意留啊？”原著里写唐僧就没吱声，问好几遍没吱声。他为什么不吱声？他心里琢磨的，哎呀，留下呢还是不留下呢？他想这事儿呢。所以这个时候原著《西游记》写的是特别特别细腻，包括人家最后那寡妇都直接提出来了，你仨徒弟配我这仨姑娘，我虽然岁数大点，咱俩正好。这时候唐僧可能听得直翻白眼，有琢磨这事儿。然后接下来人家再问的时候，唐僧装不住了，没招了，自己主动发问：“悟空啊，你如何？”孙悟空：“我不去。”这个唐僧又问沙僧：“你如何？”又问猪八戒：“你如何？”你看为什么唐僧问这仨人？其实无非就是最好你仨都答应。你仨答应留这儿了，我肉眼凡胎，你们不去取经了，我靠啥去啊？那我也就给你们留下了，就给个台阶下就完了。结果这孙悟空、沙僧呢，这两位倒是一心取经，不讲情面，不留，把猪八戒留下。这唐僧没理由了，大徒弟、三徒弟都不在，就个二徒弟留着，他能耐不大，唐僧只能跟这几个徒弟走。然后猪八戒那边撞天灰，让菩萨给收拾了。唐僧一见直摸脑袋放的，好险！这我要留下，我不也这下场？原来是菩萨是我有没有西天取经之事。所以唐僧那时候不是不动摇，他也动摇。有人说照你这逻辑不对呀，那后边还有女儿国呢。那女儿国国王啊，玉帝哥哥你就留下来吧，不要走了。唐僧是最后斩断万缕情丝，坚定信念，我不跟你好，我得取经去。这都是电视剧编的，你打开原著看看都不那么回事。原著里怎么写的呢？原著里唐僧就是个大骗子，感情骗子。他这个女儿国国王不让唐僧走吗？说你要想获得这个过关的度牒文书，说白就通行证，护照，你想逮这护照，你必须留下。唐僧一看没招，跟孙悟空商量，干脆吧，咱们假结婚，就跟这女儿国国王说：“行，我同意，我跟你结婚。”结果结婚当天说是我那几个徒弟得取经去，我留下跟你过日子，我得送几个徒弟。送的过程当中，唐僧砰一片腿上马跟徒弟跑了。你说这女儿国国王多闹心！你最后再结婚弄个二婚，你看你一天日子没过着。所以原书里写的什么？唐僧就是个骗子，感情骗子，答应人家了又没办事跑了。你看唐僧一开始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他没少撒谎，不光女儿国撒谎，你记不记得他怎么骗孙悟空带上那紧箍的？带完了就念咒，唐僧里边撒谎40多。所以咱们看《西游记》这本书原著里头写唐僧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他也好色，也贪图享受，也有虚荣心，也在理想主义面前动摇过，也怕这个怕那个。所以我们各位看《西游记》，它可绝不是个童话故事。你仔细看这里头，《西游记》其实是个社会讽刺小说，跟后来我们看到的20年目睹之怪现状、官场现形记和这个小说有非常好的暗合度。尤其像那个老残游记，刘鹗写那个，通过游记的方式把对现实的不满一一装到里头。所以咱们看《西游记》要把它当做一部讽刺社会的小说来看，可能你会从《西游记》当中挖掘出更多有用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到新华书店里去说买本书吧，一看呢，这书架上非常多的都是成功学的书。有的朋友到机场坐飞机一看，那书店里头也是，不是卖成功学的书呢，就是有一些关于励志方面的讲座。咱们也确实有很多朋友啊，愿意听一些尤其是搞企业成功的人，他们讲自己个人的故事。你像马云呐、俞敏洪啊，说他们以前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为什么这么火呢？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，有很多呢，有一些理想，
但是又生活在社会底层，暂时不得志的，条件不太好的，憋屈的一些人，他们希望通过呢这些名人啊成功过程当中的励志故事，来刺激自己的自信。通过这个，他能找到自信，找到坚持下去的勇气。其实像这样的人呢，他不光是说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多，这过去中国古代社会，甚至是神话传说里的人物，也都有不少这个类型的。你比方说《西游记》系列的故事里头，唐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，就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里的一个起点比较低的，活得憋屈的，通过自己的挫折、努力、坚定的信仰，最终走向成功的例子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结合我们眼下呀这些成功学的范例，咱说说唐僧是怎么由底层一点点走上来的。励志故事它能够吸引你，它必有这么3点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成功人物的出身不高，甚至比正常人还要低。为什么呢？只有低出身才能显示他今天高成就。第二个呢，遭老了罪的，吃老了苦。为啥呢？如果他不遭罪不吃苦就成功了，这就是个天才的故事。我们一听天才故事，你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儿。只有他吃了很多苦，你想啊，咱们天分都差不多，我吃苦遭罪也可能达到他这程度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呢不断努力过程当中遇到个好机会了，这就我们经常说自助者天助。所以咱们今天说这唐僧，他身上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了这一点。咱首先说这低出身，你看我举个别的例子你就明白。《阿甘正传》咱很多人看了，《阿甘正传》里的阿甘，汤姆汉克斯演的，那出身没有比他更低的。他怎么？他是个弱智，其实就是智商啊还不是那么发达的。从小呢，他还是小儿麻痹症患者，还有个青梅竹马的一个女孩叫珍妮，告诉他，他要打你你就跑。结果他带着护具跑，把护具扔掉，再跑，最后成了橄榄球明星了。就说一个弱智，只要你肯执着努力，也能这样。就是正因为阿甘这样的低出身，最后他这个成就才能显示出这个人在成功学上的范例意义、范例价值。那么有人说唐僧，说唐僧出身低吗？非常低。本来呢，唐僧这个人呢，应该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。他原来他爸爸呢是个状元，姓陈。这个咱们看那个《西游记》电视剧啊，还是有一些故事里头都写了。结果他爸爸中了状元之后呢，倒霉，坐船的时候呢碰着歹人了，把他爸爸给害死了。这时候呢，他妈妈肚子里已经怀了这唐僧，为了能够保全这个孩子，忍辱负重，最后把这小唐僧生出来呀，怕这个歹人害着孩子，就搁筐把这孩子装里头，顺着江啊飘下去了。结果这唐僧命大，没死了，被个老和尚给捡起来了。这老和尚把他捡起，想你顺着江流过来的，就给他起个小名叫江流儿。所以唐僧一出生就成了孤儿了，父亲死了，母亲在哪儿不知道，被老和尚收留了呢。说白了，先天就等于是遁入空门了。老和尚将来带出个小和尚，所以就是唐僧这个出身呢，低到不能再低了。那么正是由于他这低出身，才给他后来一步步起来呀，提供了很扎实的这种心理基础。就是我出身低到这程度，我不在乎什么。你看有些人不成功跟什么有关？有的时候啊，家世显赫的人，他往往不太容易成功。为什么呢？他一遭受挫折，这家世显赫、先天条件好的，他自尊心也高，一受挫折受不了了，得了，我不干这个了，我受不了这屈辱。反而是出身低的人呢，遭点罪不在乎。那么第二个，咱们说遭罪这事儿，多遭罪，你就记住，我们听成功人士的故事最爱听啥？最爱听他怎么遭罪。一说郭德纲，哎呀，当年呐穷的呀，有病吃不上药，没饭吃，
把个传呼机卖了，换几个馒头，或换几片药，咱们爱听这个。为啥？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可能用处最大，是我们创业过程中最常遇见到的，不被人待见呢，被人这个看不起呀，等等等等。那么我们再看唐僧身上呢，同样，虽然说呢，他是唐王李世民给他任务，你呀西天取经去，领导交给个重要任务，这也是自己呢能够一鸣惊人呢，成就一番事业的基础。但是唐僧没本事，除了会念紧箍咒，观音菩萨教他，剩下手无缚鸡之力，他没什么本事。那么他西天取经万里迢迢，怎么能成功呢？不仅是一个人创业，他还得带个小团队。这小团队咱们都知道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，再加上白龙马，这么个团队。那么唐僧这一道上，你看着没啥本事，都是悟空救我，沙僧救我，八戒救我。他主要负责自个儿别死，只要他不死，好像取经就能成功。但其实你那么想，唐僧拉的这团队，我们以前节目都分析过，这团队的架构非常合理的。猪八戒负责搞笑缓冲气氛啦，沙僧是这个团队的卖苦力基础啊，孙悟空是高精尖人才啊，唐僧是一个意识形态里的领袖。虽然我们说这个团队很好，靠什么呢？没有唐僧吃苦受累，这个团队组建不了。咱看《西游记》的朋友都知道，不管是收白龙马呀，收猪八戒，收沙和尚，还有五行山呢，这些事儿，收孙悟空，都费老了劲了。而且《西游记》里写的清楚，唐僧到他这辈取经是第10辈，他本是佛祖驾下二弟子金蝉子，金蝉长老。佛祖让他下界经10世轮回取经，前9辈唐僧也是从长安出发往西天取经，要不怎么不认识道，一出门就奔流沙河去，哪次都被这个在那块等待取经人的沙僧给截住。双方不知道对方是取经人，沙僧就把他给吃了，吃完了把这骨头往河里一扔，这骨头比羽毛还轻，沉不下去。沙僧一看这挺好玩啊，捞上自个儿把着玩吧。后来第二个唐僧来了，又给吃了扔那儿，这2骨头就跟那核桃似的盘着。后来弄了9个，就唐僧的前9辈都被沙僧给吃了，然后骷髅头做成一个这个大链子往胸前一戴。到第10辈，这唐僧遭尽了罪，到第10辈把这沙僧收了。所以这《西游记》里写他收这个几个徒弟历经了磨难。其实你会发现呢，不光《西游记》这么写，所有跟唐僧有关的一切改编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都按照这路子走。为什么呢？你只有说一个成功人士如何遭罪，如何经受挫折，大家才爱听。你看咱们这个前2年的电影《西游降魔》，周星驰，你看他怎么写唐僧对这几个沙僧是个大水妖，文章演的唐僧费尽很大的力气，总算把这水妖弄上岸了，现原形。那唐僧想长大，掏出一本儿歌三代走去，把这沙僧给制服了。制服了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唐僧就以为你看咱俩给制服的是吧？结果老百姓呢都感谢段小姐，没人拿他当回事。唐僧也不在乎。反正我们做了一件好事，我管别人怎么看呢？咱俩都是这个降妖人。可这时候他上前跟段小姐套近乎了，段小姐一望看不起，把他一通羞臊。但是文章演这唐僧没拿这当回事，为什么？他心里有个坚定的想法，佛祖呢，既然让我将来取经，一定会给我很多磨难，这都是佛祖的安排，无论谁对我的羞辱，我都欣然领受。所以你看他这个对沙僧这个事儿，再接着往下对猪八戒，你说那猪刚鬣，那么段小姐把那猪妖都给摁住了，告诉唐僧过来，赶紧嘴对嘴，把这猪这体内的这内丹给吸出来，满嘴都口水，谁能下得去嘴？没办法，文章演这唐僧为了自己的信仰，到后来碰孙悟空更是。孙悟空这里头把他的兽性体现出来，不仅把这个他很喜欢的段小姐给打死了，而且呢，这不文章演唐僧头上是头发吗？带法修行，一把一把都给薅下来。你琢磨着咱平常薅根白头发成不下子，
转给薅去得多少？也就是说，这时候唐僧呢，既能忍受重大事件的打击，同时呢，又能够忍受妖魔鬼怪对他的侮辱。所以就说唐僧在收这几个徒弟上面，这是费了很大的劲，而且确实也承担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一些痛苦，就是因为他心里头坚信，我有这个信仰，这是佛祖的安排，这是上天给我的使命。你看，同样咱们看这个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唐僧也是这么回事。《大话西游》里唐僧呢比较夸张，他把他塑造成什么？跟在孙悟空后头磨磨叨叨，这不就跟苍蝇似的，天天嗡嗡。孙悟空都烦透他了。牛魔王呢，把这唐僧抓起来，关到监狱里了。至尊宝就周星驰演这个孙悟空来救他来。你救他，你就跟徒弟出去吧。没有，他在监狱里头给这个孙悟空唱歌，要感化孙悟空，意思你心浮气躁，你听我唱这歌，唱什么大家都知道那个Only You， 就那个歌，那歌本来非常好听歌。自打《大话西游》唱完，算臭了大街了，把这歌给毁了。把孙悟空气的，你跟我出来你就出来，你干嘛？说你再这么唱，我捅死你！我们可能对这一幕印象很深，就可能在这里边，在孙悟空心里呢，唐僧就是一个围他身边扔扔叫这么一苍蝇。其实呢，说苍蝇不恰当，这时候唐僧就是打不死的小强，蟑螂那种精神。为什么？他心里头坚信佛祖给我安排的，这是我的磨难，我要坦然的承受它，不管谁羞辱我，我不在乎。所以你从唐僧身上就看出来，所谓这些励志故事的一个重要要素，就是必须多经受挫折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我们说机会来了。这个机会来了呢，好听点说叫这个自助者天助之，前面我说了，不好听说呢，有人说傻人有傻命。其实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傻人有傻命。前面我说是聪明人往往自尊心很强，遇到点挫折不干了，我受不了了，面子过不去了。这个傻人不是，我这智商也不高，我就这么个人，受点挫折很正常，别人看不上我很正常。他对这种挫折习以为常了，所以正因为他习以为常，面对这些挫折，等着，人家等1年，你等10年20年，这机会怎么轮都轮到你身上。你看唐僧就非常明显，在《西游记》里边，是我们说他是佛祖二弟子，西天取经也观音菩萨安排的。真要是最后有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，往往各路神仙来帮你，就说唐僧背后有人有后台，这不讲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这些神仙帮唐僧还真不是说观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太上老君怎么安排。为什么呢？有些神仙一看呢，说你孙悟空、猪八戒管怎么的都有来头，都有本事，这里的唐僧最没本事，里头就他手无缚鸡之力，看起来最没能耐，可偏偏看起来最弱的唐僧是这个团队里内心世界最强大的人。孙悟空闹点脾气回花果山了，不干了。猪八戒时刻琢磨回高老山。沙僧呢自个儿做不了主，反正是你谁要坚持取经我就跟着，我不回头。但是他绝对不是那种主动向前的，这里头只有唐僧百折不回，只要我不死我就往西天去。所以他这样的意志精神，这种坚守会感动很多人。有些神仙就觉得，你说啊，这能耐照我差多了，他都能这么坚持，你说哎呀真难能可贵，有点事咱得帮。所以你看唐僧离了女儿国，让那个蝎子精啊给抓起来了，要吃他肉。结果这个时候孙悟空跟妖怪斗的时候呢，上方就有人下来帮忙，某日星君就负责早上起来打鸣的，变出本身一个大公鸡，叫唤2声把这蝎子精都吓死了，因为鸡是蝎子的克星。这某日星君可没说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派他来，他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说白了，唐僧这么努力，咱哪好意思袖手旁观呢？你看包括孙悟空跟牛魔王打，牛魔王不好打，当年跟孙悟空拜把了，在孙悟空的大哥。正这时候哪吒带着专门收拾牛魔王乾坤圈下来了，把牛魔王给收拾。这个哪吒也不是受太上老君，也不是受玉皇大帝，也不是受这个他爹托塔李天王，自己主动来帮忙的。
所以这些人冲谁呢？不是说冲孙悟空，冲唐僧。就这么一个软弱的人，他都能够下这么大的力气，百折不回，宁可遭罪。所以我们说，你感动上苍相助也好啊，还是命里有贵人呢，还是傻人有傻命，靠的是什么？根儿还在于你的坚持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很多人都说：“哎呀，我天分不如人，就上不了去。”还有的人说：“我天分比他还高，我有什么成功不了的？”但到最后，你发现这两个人都无法成功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说天分在什么时候有用？你得努力了，才能体现你的天分。结果你没有努力呢，天分的要素它就没实现呢。就必须你得是努力的投入一件事，参与一件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天分高低才能得到体现。就你或者你妄自菲薄，但是你没有检验过，你不知道你天分高低；或者你充满自信，但你不努力，你的天分怎么发挥呢？努力就好比载着你天分驶向彼岸的这么一条船，你连这个船你都不愿意开呢，你怎么可能获得成功呢？所以唐僧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天分高低，先努力才能试出你的天分什么样，先努力你才有可能走向成功的彼岸。西游记这个序列呀，一个核心的就是唐僧师徒这一道9981难。说这9981难呢，在我们想象当中呢，无非就是自然环境恶劣，比方说过火焰山，再不妖魔鬼怪横行，要吃唐僧肉啊，或者不让他往前走啊，这什么什么的。但其实9981难里边呢，还有几个非常特殊的难。什么难呢？女色之劫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可能很多朋友就明白了，有喜欢唐僧的女妖精，或者像女儿国国王这样的，试图用女色诱惑唐僧，你呀别走了，留一阵咱结婚呢，干嘛的？这个也算一难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平常人一想，有美女喜欢你多好事，怎么能算难呢？但是对于佛家子弟来讲，这就是一难。因为呢，佛讲五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第三戒不邪淫，就是你不能有男女之事。所以这个对佛教徒来讲呢，这也算一难。那么唐僧9981难里边有7难和这种事情有关，也就搁咱们世俗话说呢，唐僧有7次艳遇。所以这里边所谓的女色之难都是针对着唐僧的。为什么唐僧最有女人缘呢？因为唐僧是高富帅，说这不现代词吗？搁唐僧身上太合适了。首先说高，不是说唐僧个多高啊，人家地位高，既是高僧，同时你在大唐那边玉帝嘛，皇上的义弟，所以这个地位高。说富呢，这一个和尚出家人4大皆空，怎么能谈富呢？唐僧一个袈裟，一个禅杖，一个5000两银子，一个2000两银子，光这个就值现在人民币130多万，而且走时候还给他个紫金钵盂，那这可值钱了。现在我们都是金价最近落了啊，前面涨得厉害。就说唐僧身上要跟别人比不了，跟些和尚比，那也是300-400万的身家，算得上富。至于说帅，你看《西游记》电视剧里头都是有这个徐少华演过唐僧，迟重瑞演过唐僧，都是当年都帅小伙。所以唐僧肯定长得面如冠玉。据说这些妖精女儿国国王看见唐僧眼睛都直了，没见过长这么好看。所以唐僧高富帅，有女人缘。那么唐僧路上这7次都碰着什么样人了呢？有蝎子精，有蜘蛛精，有老鼠精，有玉兔精啊，还有什么杏仙、女儿国国王，完事再加个白骨精，这也算女的啊。这一道上也就是说6个妖精一个人，女儿国国王是人呢，那6个都是妖精。有人说奇怪，怎么喜欢唐僧的都是妖精？你得那么想，那个年月男女授受不亲呢。你说这女妖精出去为非作歹正常，哪良家妇女站到道上，唐僧我爱你，这不像话。那时候礼教大皇，这女的不能主动向男的表达这种感情，
所以封建社会它这个很讲究这个的。那么什么人能突破礼教大防呢？那就女妖精啊，她无法无天，她都不是人，你能按人要求她吗？所以女妖精追求唐僧，倒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了。当然你说这些妖精啊，她100%喜欢唐僧，爱上他了吗？有，但还有另一重含义。这妖精你看两类，一类是想跟唐僧结婚，还有一类想吃唐僧肉，长生不老。总而言之，都想跟唐僧往一块凑合，或者我吃了你，或者我占有了你，然后我借着机会就都成仙了。都怀着各种目的。你比方说白骨精，白骨精呢，他不是喜欢唐僧，他就想吃唐僧肉。但为什么咱今天得先说白骨精对唐僧来说是个艳遇呢？咱得分析分析《西游记》里头唐僧见着白骨精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你就能知道为什么我说他也是一次艳遇。这个人呢，他的天性，饮食男女，人之所大于存焉。即使是出家修行的人，他恐怕也很难彻底把男女之欲都斩断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白骨精呢，先化妆成一个少妇，干嘛呢？给自个儿丈夫送饭。结果呢，他要动手的时候呢，被孙悟空画着圈给击伤一下，赶紧撤。一有动静，唐僧看见了，现在打哟，一个大姑娘，你看《西游记》原著里怎么写的？唐僧跳将起来，跳起来了。原来在这坐着，你别忘，咱站是慢慢站，跳是蹦起来了。然后双掌合十，哎呀，女施主，你家住何府啊？到此来有什么事儿啊？一看拎着一袋篮子，这里头有馒头有什么的。哦，你是来斋僧还愿来了？连着问了3句，就这说明什么呢？深山老林呢，多长时间见不着个人，就这个师徒4个人，一下见着个漂亮姑娘，唐僧也愿意多聊2句。你要看《西游记》原文，俩人聊有1篇，你琢磨琢磨，这唐僧平常不是跟谁都搭讪的，说明一见着女孩子话也多，哒说半天。而最后人家女孩说：“那长老若不嫌弃，到舍下，就说到我家待一会儿吧。”唐僧也答：“可以呀，就要跟着去。”咱不能说唐僧这时候一定就是想入非非，但可以肯定的是呢，面对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多少他这心里头，你不能说动心吧，反正对他有点好感，这倒是真的。所以后来呢，孙悟空认出这是妖精，一棒给他打死了。然后第2次他再变化成老太太打死，变成老头也给打死了。这个时候唐僧就要把孙悟空撵走，意思是你连伤3命，我能留你了吗？其实你琢磨琢磨，唐僧发这么大脾气是100%因为杀生吗？前面孙悟空为了保护他，把个老虎给打死了，然后唐僧呢晚上给孙悟空缝个虎皮裙儿，这不是杀生吗？怎么那时候他就不讲了呢？这时候为什么就骂孙悟空了呢？因为唐僧心里头来气，甭管是不是妖精，挺漂亮的人让你给打死了，你这心里头来气呢。但是后来唐僧再遇到这种类似情况呢，他往往出发点并不是男女之情，而是慈悲为怀。这个咱不能糟蹋唐僧。你看啊，碰着那个白毛老鼠精的时候，一开始这老鼠精很厉害，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漂亮女人了，多可怜，掉到树上。唐僧正开始走，一看，哟，可怜，女施主，你这怎么回事？孙悟空是看出这是个妖精，师傅甭理他，咱往前走。唐僧一开始也是走吧。走这时候，这老鼠精在后头就喊说：“你这见死不救，取经何用啊？”这其实就是勾搭唐僧的。唐僧一看不对，这咱哪能这样呢？咱们取经就是慈悲吗？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劝了马回来，不行，不听孙悟空的，把他救下来了。可是救下来怎么往前走？那女的都小脚，走不了道。是这么的吧？孙悟空说：“你跟我师傅骑一个白马。”
唐僧不干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哪行呢？说干脆吧，找人背他吧。猪八戒，我来。你看他就好这个嘛。这时候孙悟空说：“呆子，你就早这等好了，你想背？”猪八戒脸挂不住，我也不干，我拖。最后唐僧出主意，这么着，我下来腿着，我走着，你上去，把这老鼠精就给拖到马上去了。你看，唐僧很知道怜香惜玉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唐僧，你别以为他傻，他心里头隐约觉得荒郊野外出现个女子不对劲儿，他也防着。但他想的啥？我徒弟在旁边，孙悟空随时能救我，所以这么的呢，这个老鼠精就把他们带着往前走，走到前面有个庙，就在庙里住下。这主持还奇怪呢，阿弥陀佛，怎么师兄还带个女人进来呢？唐僧一五一十把这经过说了，就这么把这老鼠精就搁到这庙里。那么半夜就出事了，一个晚上吃了6盒。那么唐僧后来为什么迅速就摆脱这老鼠精？其实唐僧心里也明白，这女的来路不正。一听说死6和尚，唐僧知道坏了，咱别的，我可不当那第7个，这葫芦娃就空一个吧，拉倒吧。所以唐僧其实啊，你看着说好像他好赖不分，他心里头有数。真要见到这哪个女的很漂亮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他有好感，但是他心里画一趟线，什么线我能过不能过他清楚。他首先考虑，可别把我这个小命丢到这儿。他会因为这个顾虑很多，他就自动的保持这个距离。但是后来有一个事儿，唐僧这个距离就有点把握不住了。为啥？他碰到的不是妖精，是人。我说到这儿，大伙都知道我要说哪段。女儿国，这女儿国这段，这可以说是唐僧修行过程当中一道大坎，是要了他亲命的一道大坎。为啥？这女儿国国王呢，人家来路很正，搁咱现在说良家妇女，名门闺秀，地位还高。女儿国的国王对唐僧又是真心。你要看电视剧这个写女儿国这段，比现在的什么爱情片啊，什么青春偶像剧啊拍的都好，它很美。师徒到女儿国，这女儿国里头没老爷们儿，都是女的。结果这几个人误饮子母河水，怀孕了。这女儿国国王一听说这事儿呢，赶紧把这高僧啊，请到这个自己最好的宾馆里边住下来。就这个过程，他见着唐僧了，哎呦，这下可坏了，一见钟情，魂牵梦绕，说怎么长得这么好看？你就说哪个少女不钟情，哪个少男不怀春，相中唐僧了。这一段呢，后来他又请唐僧说到我的御花园一观，俩人啊就跟现在压马路似的，就差手牵手了，在御花园里转一圈。这段电视剧里写的太美了，咱记不记里头那歌？但现在很多朋友还能记起来，什么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光惹人醉。反正当时我听了，听得我这哎呀受不了了，太好了。还有把你唱的情意绵绵，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哎呀真漂亮啊，对我还情意绵绵的。所以唐僧这时候他也动心，可是咱实事求是说，这是电视剧演绎。那么真实的书里头是怎么写的呢？真实的书里头远不像电视剧写那么美妙，俩人情意绵绵的。书里头这一段呢，唐僧其实是充当了一个感情骗子。怎么感情骗子？这不女儿国国王留他吗？你要从这儿走，是不是得我国王给你签渡牒文书，就签护照吗？我不给你签，拖你1天，拖你2天。这个谁都能看出来，这国王相中唐僧。那为了换取这渡牒文书，孙悟空给出主意，师傅，你就跟他结婚。他说这哪行呢？我得西天取经啊！再说我就留这儿也对不起我那皇上哥哥，人等着我取真经。哎呀，没谁让你真结婚。就这么着呢，跟女儿国国王说，我愿意跟你结婚。俩人可就正式举行结婚仪式了。搁我们现在说，
结婚证书、民政局盖章都完成了。其实从司法意义上讲，唐僧已婚，女儿国王已婚，这不是吗？咱结婚了，那大权归你了，你当国王，我当王后吧。哎，唐僧这下也方便了，嘁哩咔嚓把度牒文书签好了。签好说咱今天就洞房，明天良辰吉日，今天呢先送我几个徒弟走，他走了我跟你消消停停，咱俩过日子。女儿国王说好吧，送他走。唐僧说我们师徒一场，我得出门送去，那你就去吧。去，女儿国王也出来送来了。结果呢，到了城门外，唐僧上了马，一回身，注意书里这个细节非常好。一般来说告别也得说阿弥陀佛，施主勿送，这个吧没有。唐僧来个什么呢？拱手啊，我要西天取经了，请国王回吧。为什么要拱手？大伙儿注意，拱手是俗人的礼节，何时是僧人礼节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唐僧是用俗家礼节和女儿国王告别。说白了，我不是什么和尚，我这不都跟你结婚了吗？用这种方式告别，就他对这个还是有留恋的，但没办法，这时候我得先可着大爷来，我先西天取经了。所以咱们把这个过程你仔细分析，你就发现这个唐僧有的时候挺虚伪。前面我说啊，悟空连伤3命，如何能饶得你？他缝那虎皮裙的时候，把人皮都扒下来了，他不管了。那老虎不是条性命吗？那搁这里也一样，出家人不能结婚呐，不能什么的。哎，这叫不邪淫了。可是你骗了人家女儿国王，假结婚，把度牒文书骗出，你跑了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所以总结来总结去，你发现唐僧书里头写的远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正直善良，那么富于正义感。你刚才我说的事就是典型。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结论，他跟女儿国王确实假结婚，他没有破淫戒，两人也没有实质性进展。可是你话说回来了，不邪淫你倒守住了，不妄语你守住了吗？你最后还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骗了人女儿国王了吗？所以唐僧未守一戒又破一戒，你能说他是一个持清规戒律持得很完整的高僧吗？